关于养儿防老呢，有两派观点。反对养儿防老的一派呢，会拿不孝子女作为例子，去反驳养儿防老的荒谬性。比如某某老人明明有儿有女，却孤独一人惨死家中。支持养儿防老的一派呢，会拿无子女老人悲惨的晚年来验证养儿防老的正确性和必然性。比如某某老人啊，没有后代，在养老院呢被护工欺负，被保姆打。我呢是坚定的养儿防老反对者。有孩子养老最大的功效就是延长晚年被病痛折磨的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从哲学一点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养儿防老。我发现养儿防老党的口径呢是非常的统一。你不生孩子，现在潇洒，以后谁给你养老，谁给你端茶倒水啊？等你老了去养老院，等着被护工打败。孩子是核武器，你可以不用，那必须得有，威慑别人怎么装啊？好，我不反对，我完全同意。你们说的是事实啊，我懂了。原来做人走一遭这么可怕，必须得生孩子才能保平安啊！又是威胁，又是恐吓，又是威慑，外星人还以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呢。还有人说啊，生一个不够啊，因为一个孩子呢养老忙不过来，至少得3个起步，3班倒轮着来才方便嘛。总而言之啊，在养儿防老党的眼中，人生走一遭就是打仗，稍有不慎呢就满盘皆输，丁克必然惨。哪怕你生了孩子，你生的少了，生的晚了，孩子不孝顺，孩子离家远，工作太忙照顾不到，或者生了孩子但是不幸夭折，反正呢横竖都是一个惨。这就验证了一个结论啊，做人走一遭，容错率太低，堪比下地狱，残忍又压抑啊，还挺押韵的。也就是说啊，养儿防老党从哲学意义层面就否定了人生的意义。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养儿防老党们一个问题啊，既然做人走一遭这么残忍，这么可怕，你们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生个孩子让他来走一遭呢？如果一个社会连不生孩子的人都容不下，还要用晚年被打被欺负去威胁他、诅咒他，这样的社会是人待的吗？我没有带新生命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，我自豪，我骄傲。我晚年被护工打、被保姆欺负，我认栽。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该如何养老，请问动物会考虑养老吗？显然不会。你真的以为生几个孩子老了就不会生病、不会痛苦、不会死了吗？养老就是个伪命题，谁能抵挡得了疾病、痛苦、死亡呀？莫非你想学某富豪跟孩子换血，以求延年长寿吗？看这个视频的人可能是为人父母，但请你放心，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养儿防老党。常有人说啊，丁克是负能量，其实养儿防老才是真正的负能量，因为他们满脑子呀都是防御、威慑、威胁、黑暗森林啊，还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。拜托了，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！有人问啊，不生孩子的人最后都怎么样了？那我来告诉你，最后都死了。那我倒挺好奇的，那些鼓吹养儿防老并为此生了很多孩子的人，他们的最后是怎么样的呀？